怎么你们？人家要播上啊，他的手就是个大龙，哎，非常难得了哈。我们穿了我们自己啊设计的这些衣服，对，我觉得这个蛮不错。我喜欢你的，我也是。你刚讲你也喜欢我的，没有，我喜欢我自己的。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已经跨州了，从彭亨州来到了东海岸另外一个州属登嘉楼州。我们这里呢是登嘉楼州的一个小镇甘马湾。甘马碗呢有一个特色的早餐，我们一定要吃的，它叫做鱼面。老板好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为什么会有鱼面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呢？你那边有的是一条鱼、一碗面，还有炸鱼饼。啊，对对对，我们只卖这3样东西不的。哦，这个是要讲到我以前我妈的开始来这边，因为我们后面是渔港嘛，所以就想到加鱼啊和 global 配搭。所以之前他们只是吃就是鱼汤跟面而已。对了，那为什么会加入 Gorobo？ 是哦，很特这别。个是我们登嘉楼州的特产。来聊好了，来。哦，哇，一人一条鱼。因为我看到你这边都写是这个咖喱鱼面哈。对对对，以前叫咖喱面，可以讲是有鱼了过后，人家就说鱼和面就叫做鱼面啊。哎，很像虾面的口感呢。我们的鱼汤来的，我们完全用鱼熬的。一般上我们会用丹棒鱼和斯拉样鱼，因为丹棒鱼就是好像猪骨熬汤，它就很鲜甜。因为刚才很多辣椒，我还以为搅拌起来会很辣，但其实没有，它比较是香。对，我们的三巴是我们特别调制的，它只带微辣。我觉得呢，它可以当早餐来吃，因为它不会很重口味。我们都是卖早市，我们是当着早餐来卖。那老板，你们用的鱼是哪一种？你现在吃的是干崩鱼，通常这个干崩鱼，我们在配这个3包的时候呢，那干崩鱼都是油炸的。不过现在呢，是一种水煮的，又搭配啊这个卡拉曼西，我觉得是一种不同样的一种口味。很清甜的感觉。鲜甜。这个 Gorobo 要怎么搭配啊？本地人吃呢，它是方面蘸一口就这样吃。真的是第一次这样的吃法。因为 Gorobo 呢，它本身就有鱼香味嘛，然后你搭配那个面在上面的时候，咬进去，它的口感很多层次。因为 Gorobo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小吃来的，突然间呢搭配这个面呢，不同样的那个吃法，蛮新鲜的。只是我们跟慢慢有罢了。你这3合1的组合就跟我们3个一样，绝配。好，谢谢谢谢。我们要去河龟保育中心。 Let's go。敌人，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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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好，嗨。因为这次我们的路线呢是跑那个东海岸嘛，每个人就讲哦，干海龟生蛋啊。这河龟大致上是没有什么人会去重视啊。这个河龟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有，全部在和马来西亚。可是关于这个河龟，很多人要认识它，可是没有看过它。这样刚好，这个龟在我们这里找得到哦，我们就跟国家野生动物局合作做这个保育计划。因为这个河龟这个品种越来越少，所以在这里受保育的河龟有哪种呢？有这个 Southern River Terrapin， 华文叫马来草龟，跟这个 Banded Terrapin， 我们叫西瓜龟。最主要的这2个品种，因为它面临绝种，明白。生态被破坏。河的沙被挖，然后吃它的蛋。人喜欢吃它的吃它蛋的蛋。对，自从保育工作在这个村庄开始，我们就已经教导他们不吃河龟蛋了。这些龟壳全部都是我们发现它死在河边还完整的，我们就把它拿回来，把它的壳啊、它的头盖骨啊全部取出来，来做一个 awareness 的用途。要问你这个龟壳有多重，要不要试一下？大家猜看有几重？现在应该有8公斤，大概8公斤。这个8公斤，它活的时候40公斤。哇，河龟。哇，所以这些都是河龟。这些有河龟有乌龟，怎么分辨呢？这些河龟在河里面时间比较多，它只有生蛋才会上来。那些乌龟，它是又可以在水里面，对，又可以有时上到陆地上。这个就是普通的乌龟，这个也是乌龟，算是乌龟类。可是这些马来草龟，它只是完全在水里面的。但我有一个解说啦，你看啊，
这一只它就是河龟嘛，对不对？哦它的鼻孔呢就是向上的，而且是尖尖的。哦，尖尖的。对，可是乌龟你有没有看到它的那个鼻孔还没有朝天的？对，对哦，而且你看它的脚，你看河龟的脚，它就像鸭子一样的脚。对。然后乌龟的脚呢，就像我们有脚趾头，然后有指甲的。因为它需要在陆地上爬行，对，然后它这个是游泳，这里大部分都是马来草龟，有好几只是西瓜龟。这一只呢是马来草龟，是深色的比较深色、比较对暗色的。西瓜龟是后面那几个，它的颜色不一样的，它的壳。对，现在我们要把小只的西瓜龟找出来，西瓜龟还要多这只是啊。这只是。 All right. OK， 好了，耶！这个现在我们拿去河边放，拿去河边放。给你们放，对，放生。那它的生存率会高吗？如果放生去大自然的话，像如果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体型，通常它生存率会比较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注射晶片，通过晶片我们知道我们几时跟它注射，来过几多次，生过几次蛋。这样这些西瓜龟大概几岁啊？这些西瓜龟2岁，那我们有没有机会看到那些河龟蛋啊，或者是比较小型的河龟？可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河龟蛋孵出小龟。这样我们很幸运呢。所以这个是什么河龟品种的蛋？这个是马来草龟的蛋，里头有14个蛋，它的孵化期是多长3个月， ？3个月。所以我们要把它挖出把它来。挖起来。哇，真的很像挖宝藏这样子。可是我们现在挖的是生命。哦，哇，那么大 ！Happy birthday to you。这个要出来，要出来。这个要可以帮看，它吗？这个在还在壳里面。我再看它的蛋黄收进去了没有？那个蛋黄还有一个很大粒在外面，这证明它还不可以出来。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里面，所以当你说收进去的时候，就是变成这样。就是变成这样。对，当我在剥开这些小河龟的蛋壳的时候呢，把这些小河龟放在手上，我就觉得很神奇、很神圣，因为真的是在我手中呢，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怎么办？这只很像没有动静，而且这只已经死了啦。为什么？真的吗？对，这种就是哦啊，一定。胎死蛋中，为什么它会死？它一定会有这样子的很正常的现象。哎，这只好像也死了。对，这只也死了。这种就是坏的蛋，你认为什么那些蛋会坏掉呢？它有什么因素？因为有一些蛋没有受精。卵生的动物，它怎样它都是会产卵的，可是未必每一粒蛋都会受精。都会受精成功啦。对，应该这样讲。啊李任，这些蛋是从哪里带回来的？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边？这些蛋是河龟产卵季节的时候，我们去河边收集回来的。我们睡在河边4个月，每一个晚上等待它上岸生蛋，收集它的蛋。那河龟一次可以下多少个蛋？一只河龟一个季节只是有大概40粒蛋。按照你们的这个统计数字来说的话，现在在你们的这个区域啊，有多少只成年母龟？对，不到200只。总的来说啦，你们这里人工孵出来的那个蛋哈，成功率是在平均是70%左右。目前为止，已经超过70%了。很值得，就是表扬一下，真的，因为能救一只就是一只嘛。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前往河龟的栖息地，对吧？这条河，这个是什么河？这个是干马湾河，干马湾 River。河妈曼。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去观察一下这个河龟的这个栖息地。看下有没有一些废弃的渔网，河水有没有污染啊、垃圾之类。要做成河龟的栖息地，它有什么条件？一定河水要干净，河床要够深，过后要有丰富的野果实那些。我们在这里啊，这样子看，感觉上这整条河非常的干净哦。它也没有那些塑料瓶子啊，这些都没有。我们看到一个废弃的渔网，通常这些废弃的渔网我们都会把它拿丢掉。过后那些河龟如果 stuck 在那边，它就会死掉，因为它呼吸不到。
那个网哇，那网真的很大哎。不要啊，不要，有龟，有龟啊有龟。哎呦，死被勾到了死了。当我们在收集那个废弃掉的渔网的时候呢，突然间把渔网拉上来，就看到死掉的河龟，我是被吓到了。当我亲眼目睹这一幕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原来人类的一个小小不负责任的行为呢，其实可以对物种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发现到这些河龟有上岸的痕迹，哪里？这些是它的脚印哦，哦，哎，这个，啊，看这里比较清楚一点。这样你根据这脚印的 size， 它算是大的河龟吧？对，你看那些垃圾，呀，他们没有清理掉那些垃圾。哎呦，真的没有公德心。这些垃圾可以捡。耶，到岸了。到岸了。迪伦，你拿了些什么东西这？桶跟这个黑色的 organic 锭要把它包起来。这个桶我要挖一个洞。他们真的是从哪里出来，从哪里回去。当我在埋这个死掉的河龟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有点感触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从甘马碗河出生的，然后死掉的时候呢，能够落叶归根，回到这个甘马碗河呢，我觉得是一个圆满的结束了。OK， 我们可以在这边放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哦。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The river is just let go. Are you ready? Let's go. 好吧，那走了，你看，拜。拜拜。他们就在保育中心那边呢，活了大约2年的时间。那也是他们第一次回到他们原本的栖息之地，就希望它可以在它的自然生态里头茁壮的成长。河龟将要面临绝种了，那我觉得呢，有一群人来保育着它呢，其实真的是令人感到敬佩。拜拜。哦，你们会不会觉得放生的感觉真好啊？好，可是我现在好饿。也是我就知道你们会肚子饿，所以我跟你们讲啊，这个登嘉罗州呢，它是一个拥有浓厚的马来文化的州属。那在甘马碗呢，它有很多特别的马来小吃。哇啊，好香哦！来，那如果我没有错的话，这个是在网上我看到了沙达。沙达 Is this 沙达？ ，Yes, this 沙达。呀，沙达。对了，我跟你讲，里头呢，它有新鲜的鱼肉，然后有椰丝、有蒜头、有姜、有葱头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是用香蕉叶包裹起来，然后它们串起来之后呢是炭烤的，你看，在这里。闻起来有一点 oda 的味道，这样。是 Sata, fish and coconut, we blend it together. 哦 But otak-otak, fish and the spices. 不同的做法。这边的比较特别， Pais telur sotong. 白它就是用这个香蕉叶包裹起来，然后拿去烤或者去蒸的一种方式。可是这个呢，它是用来烤的哦。然后德罗索东呢，就是苏东软，然后它加一些香料在里头呢，混合在一起，所以白德罗索东是这样出来的。The food is ready. 好了。哦，这个就是什么啊沙达。我们？OK，吃这个先啦。 OK， 我们吃一下。哦，里面的肉是白色的。其实这是他们东海岸的传统小吃来的。哇，里面有放切碎的辣椒，是有点辣。其实它吃起来真的有一点点像 oda。让我有点小惊讶的是，它偏甜，它有那个香茅的那个香气在那边。然后加上它是用炭烤的，所以里头它有一点炭香味。最主要的是它那个香蕉叶的那个香气。哦，真的。哦，对，好吃。这些又是什么来的？下一个我们要试的是那个白德罗索冻。哇！它其实我觉得它的腌料哈，吃起来啊，很像我们的那些沙爹的那个腌料。因为它的口感也是很不一样，因为它不是来的那种有弹性、有嚼劲，你吃下去的时候它就是很嫩，好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有制作那个江鱼仔的嘞。我就有个小小的安排啦，明天早上呢会有一个人跟一整船的渔夫出海呢去捕小鱼。为了帮你早起，我给你这项任务。 OK 啦，我就要让你知道，我是可以早睡早起的。他们讲会迟到，就偏偏准时给他看。耶！一大清早要出发捕鱼喽！
你问我出海发生什么事啊？我没有什么记忆嘞。我睡醒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那个海风好凉哦，好漂亮的日出，好浪漫哦。我们差不多都要到了，所以我很兴奋。所以刚刚呢，我就问了渔夫，这片海域那么大，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小鱼？他指了天上，只要这片海域呢有鸟，就代表呢海底下有鱼。哦，这边有鸟，就代表这海底下有小鱼了。大哥就告诉我，叫我上去，因为他讲说，等一下呢，他们要撒网捕鱼的时候呢是非常危险的，他怕我会勾到。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撒网了，撒网了。现在呢，他们这个捕鱼方式是用围网的方式去捕鱼，我们呢是转了一圈，绕了一圈哦。因为这捕鱼的方式，他们是要用大船拉小船的方式。那大船的任务呢，就是下网；小船的任务呢，是要把网的范围扩大。那他们现在呢，已经开始把网呢拉上来了。整个收网的过程呢，你看得出没有什么机器辅助，都是用人力的。我也想尽一份力来帮忙。看来呢，大哥呢叫我用这个树枝呢敲打这个海面，主要呢是要吓那个鱼儿，让那个鱼儿自投罗网。你知道感觉像什么？像拔河。其实我现在心情真的是有一点紧张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条鱼。这一次真的没有捕到鱼，可是他们讲不用紧，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继续捕，我们不放弃，继续加油。哎，到了，到了。 Hello， 老板娘你好，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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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师傅，这里是我们煮酱鱼仔的地方。哦，啊，对，煮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放在这边沥干，所以下个步骤就是把沥干的鱼放进鸡公车，再把它推出去晒。这里有不同品种的酱鱼仔，这个不是酱鱼仔，这个是一干单板，这个是要把它的壳剥到它干干净净，拿去煲汤，很清甜。这个才是酱鱼对，仔。这个才是酱鱼仔。可是我们还是会把这个2个品种的鱼拿去晒。对。来了来了。对，前面来。哦，就有点像那个仙女散花酱啦。对，而且还要散到很均匀那种。那上个系列呢，我有体验到虾米的制作过程，然后这次呢是体验江鱼仔的制作过程。我觉得他们的过程都很相似，只有在那个当你需要拿去晒的时候，那就很不一样。因为虾米它比较小，然后你把它弄散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容易晒干。可是这些小鱼呢，它比较大条，不能够均匀的把它晒干。我们铺这个草席，为什么需要铺这个草我们用为席？传统的，其实呢，草席和渔网都可以晒鱼。草席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吸水，这个渔网呢就通风。所以用草席来晒干需要更久的时间。晒的时间是大同小异，然后就根据鱼的 size 再看那个时间的长短。原来如此。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是非常的激昂的，因为刚才呢我们没有收获嘛，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小鱼在海面上跳来跳去，我也加入团队，奉献出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我看到有鱼了，有鱼了，哇，好多鱼！这些就是我们平时会吃到的ikan bilis。哇，收获满满。那下一个步骤呢？大船跟小船的渔夫呢，就会把网中的鱼全部捞起来，放进小船的箱子里。体验了当一天的渔夫，我的感想是，还好我是个主持人，因为当渔夫真的是太累了。所以是哪一艘啊？那一艘穿着 life jacket 的，我来啦！其实啊，看到 Jasper 一回来的时候，在我脑子里啊，我在想象他应该是那种满脸的倦容嘛。当他回来的时候，有点兴高采烈。我们第一捞没有收获，第二捞满载而归。快来！来，我们要分秒必争。他们在码头那边呢，直接就是把那些鱼呢，就是放在那些螺里头，然后把螺呢运输回来工厂。
其实我觉得蛮神奇的，就是马上下货了之后来到这边，然后你们就马上开始水煮了。对，水煮对，因为我们要保持那个江鱼仔的新鲜度，所以那个水里头呢，他们是用自来水。所以我们是自来水和加来自 Australia 的盐，它比较干净，咸度也没有那么咸，没有任何防腐剂，那大概要煮多久啊？这样？一滚就熟。哇，其实这个步骤是非常的重要，而且也要讲究那个技巧你讲究技巧，你要会控制那个鱼是熟的。找不到那篮子哦。啊，OK， 有了。 OK， 小心。真的不简单，对不对？当然，因为我第一次用嘛，所以你要找那平衡点很不容易。所以这么辛苦了，我们吃一下我们的成果。可以先吃。可以先吃，新鲜出炉的大海捞上来。哦，有这螃蟹肉的口感。坦白说，口感还蛮不错的，真的。所以沥干跟风干之后，我们就进行今天早上我们做的，拿去晒干。对，晒干了之后呢，不同的鱼类或者是体型，我们会分门别类。之后呢就是包装出售。我们先吃了吧，好不好？哎，那这3道是我煮的，哇，这个是原汁原味，然后这个是三八虾米辣酱鱼仔，然后这个是泰式酸辣。其实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哦呀，我觉得那个香茅的味道很爽，很开胃啊。对，我喜欢这个3包的3包跟一干比利是绝配来的。对。那刚才呢，我们是用太阳来晒这些小鱼，那为什么你们不要买那些烘干机啊？这样会比较快的。那个烘干的那个过程，就好像我们做饼干，它会很干，太阳晒的，它还是有点那个潮湿的水分，那个湿度干不到180。干啊，对。要看你们的住家很有那种历史的痕迹有我父亲就在这边了。有100年，也就是说，这间房子经历过2战啊，经历过2战，所以第一代是来自哪里啊？中国福建。中国福建啊。哦，我很想知道，就是在这一代这些渔夫出去外面捕获的鱼是不是比较是这种一干比利这种鱼？什么鱼都有，不是酱鱼仔罢了，酱鱼仔比较多啦。这个渔村有100年的历史，曾经是一个辉煌的江鱼仔村。哦，不过现在感觉上是没有什么人在做了，因为鱼量少嘛，有的他们就不改行了嘛，改行了，年轻的不要做了，老的就没有了帮助了。对于你们来说，你们为什么不要改行，然后做其他的行业？因为我呢，我是没有办法了，我什么东西都不会，就是做这行罢了。然后他们上一代的留下来，我们下一代不是接了，就是有一个传承的一种责任在那边呢，一代传一代咯。那你们知道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吗？哪里？我们呢要去见一位校长。这个新村是一个100年历史的这个海南村，也是整个马来西亚呢最大的海南村。校长，哎，到，嘿嘿，校长好，你好，校长你好，你好，你好。想要问你一下呀，这里的人呢？对，哎，不是，他早上呢忙着做工，而且这边的人口也越来越少。当时最兴旺的时候呢，将近6000人口6000很多，6000很多，算是一个小城市了。现在呢？现在剩下380，人口外流，这个是全马华人新村的普通现象。那校长当年海南先民对不对？南下来到马来西亚，对，为什么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当时这边来讲是在干马市港口，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先到了干马市港口，它比较靠近嘛，然后就在那边呢落脚从事一些生意，发现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处女森林，有很多的大树丛，树丛是值钱的嘛，所以他们就砍伐了这些树丛带回海南岛。他们就开始在这边落地生根，落地生根，所以越来越多，就变成久而久之海南村。所以校长，海南人呢是什么年份来到这里的呢？他们多数是在1880多年的时候开始来，很久1880多年，好久哦。然后正式大量移民的时候呢，是大概是1890年。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对不对？放眼望过去路旁左右边的都是那些木屋嘛，对不对？对呀。
呀，但是很多他们去采了这个树头啊，没有拿回去咯，就自己拿来做屋子。所以你看呢，这个千爱木啊，你看那个哦，这是千爱。千爱哈，这个树本身啊，这个木哦，已经多少年了？这个将近100年，肯定。好，这一间呢也是老屋了哦。OK 这个老屋你看到它的门牌啊，5代门牌啊，哇，门牌有5代一样哦。的，对吗？第一个门牌是哪一个？第一个门牌以前是没有版的，用手写的，用墨写的，就是这个。这个是哪个年代的 MDKU 的呢，应该是60年代。 MDKU 是什么意思啊？ MDKU 是 Majlis Tempatan Kemaman Utara， 甘马湾北部地方政府，以前有地方政府哦。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管理之不同下管理之下，他们都重新规划整个地方，给那个地方新的门牌、新的柱子。新的门牌，新的柱子。所以现代的门牌应该就是这个啦，8112啊可是81是什么意思？它现在是这样，它比较系统化，它是以81就是这个 lot 号码，第一的 lot 号码。哦， Yes 这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因为尽管它换了多少次门牌，可是呢，它依然保留着这些建筑的原貌。然后让后人呢也了解到这个地方的那个历史。Yeah。 Hello， 欢迎你们的到来。谁来的 Hello， 我们的村长。哦，村长。这是我们本村的特色菜。我一看啊，我马上认得了啦，这个海南菜啦，pineapple 猪皮。哇，我好爱吃猪皮。来，我们就开动了好不好？ OK，来，这个一定要吃啦。这个其实这个黄梨炒猪皮啊，通常啊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吃的，因为它有个好芋头，也就是说遍地黄金，满地黄金。我喜欢它的口感，加上了那个 sweet and sour 的那个酱后，我觉得非常开胃。哇，东坡肉。它是很柔的一个味道，所以当你在慢慢的咀嚼，然后你就跟饭一起吃的时候，淡淡的那个咸味，然后那个酱油味，各种香料的那些味道，所以没有一个香料是特别的强，融合的非常非常的恰当，综合。那我觉得这道花椰菜呢蛮特别的，因为我吃下去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它会很油腻，因为它炸出来的那个外层啊那个皮啊，可是它里头那花椰菜它的本身的那个黏度啊都包裹在里头，然后再加上这个酱呢，很简单的一道菜，但是味道很丰富。其实你的这个咸蛋炸金瓜的这个味道哈，在近年来呢非常的流行，它又有点咸味，又有点甜味。我觉得它的煮法是煮得很好，因为它里头的那个金瓜它不会黏，吃下去的时候它还是有一定的口感。除了这些家常菜之外啊，对我们海南人呢就有很多海南的那些糕点嘛。等一下我们会去2个村民的家，我们会介绍一些海南糕点，一个是糕点，一个是饼。叫你们去做糕点，然后我去做饼。阿哥，我你们的村长叫我来跟你们学做那个海南饼排骨酥，这个是这边的特产。它有一个淡淡的那种，好像那个鸡仔饼啊，鸡仔饼的那个味道。你现在在做的它的那个面团啊，对，你这个面团里头有哪一些食材啊？只有猪油、糖、盐、面粉罢了，就这样而已哈。这样罢了。然后就是加水了，然后就一直搓，一路搓到均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你跟谁学的？以前有个老师傅，他没有做了，后来我自己学来做咯。他就不要让人拜师学艺，不要。你有问过他几次了？我有问过，他不肯教。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说要把这个饼呢继续的做下去？现在这个排骨酥没有人做了，那你这空你不是试试看来做咯？我一路做一路给他做讲不可以啊，这样少那样少那样哦。一路做了，讲哎这个口感可以了，一模一样的口感。然后现在在这里的人都可以吃到了，可以吃到。OK， 所以这个呢，这个是它的料，里头呢就有五香粉啊、花生碎啦、糖盐、芝麻，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闻到蛮浓郁的那个五香，还有那个蒜米的那个味道。等一下你就要把它这样子盖过来啊？对了，现在我的东西是真的一样这样大。还要再给它压扁一点点。对。一边咯。OK， 所以我知道了。当你说排骨酥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切成这样子的时候，它看似一整排的排骨。做好了这样子，我们就割中间一横，旁边这样子拉反来。
变成这样子。哦，中间短，两边长，OK， 跟它转一个圈，然后孔雀开屏，啊就好了。你看有个口诀不错哈，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哇，你看，虽然都是新村哦，可是这边的屋子真的比较摩登哦。嗨 Hello， 对方姐，你好，我是 Jasper。阿妈 ，Hello， 阿妈好。你好。所以这些都是海南糕点，对，叫做什么？粒，我们海南话叫做辣。这个看起来很像个杜巴，像形状上不一样。拿刀啦，把它切一半。不可以来试一下，我们不可以，我们吃海南辣有讲究的，不可以用刀来切，我们要找它那个头出来，然后这样子一丝一丝的解开它。我们顺境吃辣，逆境我们也吃辣。哦，为什么？这样顺境吃辣就是顺顺利利咯，对。这样逆境就是把我们的恶意一些不好的解开它。哦，尤其是我们在闰年的时候，我们嫁出去的女儿，我们就做这个辣带回来娘家给我们的爸爸妈妈。把我们的爸爸妈妈留住啊，要他安康啊。哦，所以这就是海南粒的寓意。是的。哦，它里面是用什么做的？是米吗？白米咯，白米加一点糯米。那吃起来的时候，我发觉到它其实不是很黏，所以你们用的白米的成分会比糯米多，对不对？对。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虾米还有肉在里头，可是它是弄碎搅拌了之后呢，你看，我掺杂在里面。它真的比较像粽子，对，它带有那个椰叶的那个香气。好，接下来我们吃这个，这个是三角溜，我们海南话叫大角捞。它其实也是很像那个怡瓦，对。可是怡瓦是圆形的嘛，是，然后这个是三角形的，是，好特别的搭配哦。里面放的是椰丝还有韭菜，对吗？对，它是属于咸的。那你们做成这三角形有什么意思的吗？它三个角留住的意思。所以你们从小就灌输你们的孩子一定要饮水思源，要孝顺父母。我真的这样子吃它两个糕点，我就差不多已经知道他们整个海南人的一种精神。对，我就觉得我本身吃了之后也是感觉到你们的爱。这样我们可以跟你学怎样做这个辣吗？来，两片把它打结，很像绑辫子这样。对。我原本以为你只要一直这样盖过去就行了，其实你是要弄一个形状出来，看起来就像一个包包一样。对。我原本以为很容易，是看起来很容易，可是其实它是有点技巧哎。OK 了，我来了，对吗？绝对放不到。你看你这两个都没有解开，你看。那我好了。哈，对啦。这个好不好？哇，哎，not bad 啦。开什么玩笑？98%都是阿妈帮我的。先给它封口。好了，那么这一边就可以装米了。所以收口了就可以拿去煮。是。那要煮多久呢？1个小时半。哦，难怪他们编织这个东西那么讲究它的密度，因为如果它太松的话，你的米就会露出来。是。开始可以炸了啊！就这样一个个放进去啦。可以看到哈，现在的颜色呢还属于比较白一点的。然后现在除了你会做这个哈，还有谁会做吗？没有人会。那你不要传啊。没有人要学。现在这些手工啊，很少人要学。全部现在已经机器已经取代了。这个呢就是新鲜出炉的这个排骨酥哈，我可以打包，然后拿过去给2位弟弟们吃，然后呢就要准备今天晚上的美食交流会了。这个应该比较容易了哈。这个很容易，你就先加水，慢慢加，慢慢加，2只手搓。要这样一直搓它，对不对？对，就把这些全部都变成了一团。所以你这个手艺是阿嬷教你的？阿嬷，也做了60年。这个椰丝是要先蒸，这样子就比较耐放。要把这个韭菜掺在椰丝里面，先放馅料，然后我们就给它来一个整形啊。阿嬷美吗？可以了。这个拿去蒸就好了，对吗？对。桂芳姐，陆川大哥，我以为是谁叫你哦。我已经做好了，我的排骨酥刚刚出炉的。哇，很香嘞！哇，是不是很酥？你们2个哈，快手快脚哈，尤其是你哈。等一下的美食交流会哈，你是我的sous chef哈。OK。那我呢？然后你的任务呢，就是去买一些这里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你美食交流会要煮什么？既然我们是在这个100年历史的这个海南村嘛，对不对？一定要煮一些海南菜肴给你们吃，就是海南牛肉粉，不是那个汤版的哈，而是那种卤汁版的。哇！
来介绍我们今天美食交流的这个地点了。在我们旁边呢，就有这座庙，它是个天后宫，它里头呢就有一个石碑，就说明了它是建于1906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座庙呢也见证了这个海南村啊那么多年来的那个变化，所以很有意义在这边，非常有意义。好，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高汤。 OK 这个高汤呢，就是这个海南牛肉粉的这个灵魂。这个灵魂很重要，所以在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这次会来的比较细腻一些些。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用那个牛肉哈，我们也有牛筋，其实呢，我们就一整大片进去了。那个牛肉你有讲究吗？如果做那些肉片的呢，我会选择用这个 tenderloin。没想到那么容易一口喝下去的高汤呢，却要用那么多食材来准备。所以当 Brian 愿意让我参与整个高汤的制作过程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这个我做过，以前我婆婆每次炒花生。OK， 翻炒到呢，它外边的那个皮哈，有一些些的焦，然后有些些的脱落。当你在独当一面的当儿，我会在你背后切肉，因为这个呢，我要切得蛮细的。之后呢，我就会把它给腌制好了，之后呢，再放回我们的小小的那个冰箱里头。哇，全马来西亚炒的最好的花生就是我。我要炒到几时嘞？这样炒到我都跟它的皮掉，它的皮掉。OK， chill。我为什么叫他们去买东西啊？那登嘉楼呢，其中一个特色美食就是竹筒饭。那我沿着这条路这样走呢，发现到有很多档口都在卖竹筒饭。Can I try makan nasi lemak？哦，所以是这样切开的。哇，里头他们还用这个香蕉叶来包裹这些米饭。哇，你看它是有一点黏黏的，因为它使用的是糯米。所以它就是说呢，里头还有放糖，有放盐，有放糯米，还有椰浆，然后放进竹筒里头呢，用这些木材呢拿去烧。哦，它被这个香蕉叶包裹在里头，它就有那种香蕉叶的香气。sedap。sedap。我觉得。Makan dengan serunding itu lagi sedap。ini。沾，我看哦。所以这里竹筒饭的吃法呢，它是可以配鱼肉丝、鸡肉丝，不然就是牛肉丝。我们也吃鸡肉丝，那里头呢是用鸡肉丝，然后虾米，应该是还有其他的材料或者是香料拿去炒。哦，它是有一点偏辣的。Tapi yang best lagi rendang lah, itu tahan lama 1 hari je。哦，所以这些配料呢会比较耐放，因为如果你是做那个rendang的话呢，它很快就会坏了，所以不可以耐很久，对不对？啊，你看还是会听华语的。我要买几个呢回去给我的兄弟们吃。Tiga nasi lemak。boleh？ boleh。哦，它的皮开始跑出来了，哇 ，perfect。哥哥，我已经炒好花生了，我等它冷却。第二样东西呢，你需要做的呢，就是这些辣椒。辣椒呢，全部把它里头的那些籽啊，全部给去掉。OK， 好，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辣椒呢放进去这个 blender 里头了。好，所以这个蘸酱呢，恭喜你呢，已经做好了。我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是，哇，好香哦！你看这个牛筋。咚的，闻到什么味道？他有带了什么？什么来的？竹筒饭。里头的饭在哪里？里头，来。OK，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现在这个把那些花生的皮去掉。对，这么讲聪明 ，Bro， 也行，人家都懂嘞。我真的觉得你们不需要我，我在这边是多余的，我是2+1，不是3。Hello。演完了吗 ？Exit 在那边。OK， 我去做出一点贡献。来，我们下去。当那2个小朋友啊去做仙女散花的，当然呢，我呢将会把里头的所有的食材呢，用勺子跟它弄出来。我要把这锅上汤呢，变成我们熟悉的卤汁。好吃啊！好吃，我炒的哎。你看我们要给它做，我们要搓开那些皮先。够了，不要再吃了。哇，你害我！是不是？都是他在吃啊！你看啊！你看，那些皮全部出来了。大力点。哦！哎，已经没有了嘞。很好，大功告成。 OK， 现在呢，你要用那个搅拌器哈，然后跟它 blitz
现在呢，其实我就是用这个上汤，对不对？来烫这个牛肉，它才会有味道在里头啊，它的味道又在里头，然后它的味道又进去那个汤。哦，我相信大家有发现河焖呢，在我们这一季它已经成熟多了。我在厨房呢，越来越相信他，给他去尝试，而我觉得他做得非常的好，他非常的认真的去做。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下厨，可是刚刚在餐车呢，跟2位兄弟一起下厨的时候，有莫名的一种感触，因为我们呢3个人都有一致的目标，就是把美食做好。大致上我们东西都准备好了哈，我们的这个牛筋啦，这个牛肉啦，这个牛肉圆，还有那个牛肉片，都已经烫得熟了啊。也就是说，现在可以准备开档了。你们其中一个要来帮我准备那个蘸酱，把这个辣椒呢加入这个 ginger 肉。因为吃这个海南牛肉粉的时候呢，是要配这个 ginger 肉。除此之外呢，你还得准备你的那个饭，竹筒饭，好不好？好，我错了。哎，你看我的拇指。为什么会受伤呢？那是因为当我在开前面2个竹筒饭的时候呢，觉得很容易，然后来到第3个的时候呢，我就失手，不小心把自己拇指的皮呢给割掉。OK， 好 man。好了，继续。这个上汤已经做好了，不过现在呢，我就要把它变成是那个卤汁。黑酱油一下这个上汤呢，它就会把那个颜色变成非常非常的深色。现在呢，我就要勾芡了。OK， 每当我一倒下去的时候，你就一直搅。OK， 可以，好不好？哦 ，silky very nice。哇。OK， 我好了 ，Jasper 你好了吗？我也好了 ，Let's go。我用的这个是粗米粉，质感呢比较滑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上碟了。接着下来呢，就有一些重头剧了哈。要加的呢就是牛肉，这个卤汁美到，再加上些许芹菜在上面，大致上就是这样了。Hello， 有客来了 ，say hello 了，校长、村长，谢谢，哇，哎，你好。Hello， 我们来了。Hello， 来，这个可以装上去啊。对，你好，海南菜。哎，哇哦，可以上菜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同乡们，大家好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美食交流会呢，我就因为这里是海南村嘛，对不对？我就煮了我们的新加坡那边的蛮著名的一道菜——海南牛肉粉。你可以呢把这个酸干就把它挤在上面，然后你们的那个蘸酱呢里头呢就是金桔肉，还有磨碎的辣椒，趁热吃，大家。哥哥煮了整天，就光那个汤上汤，他就熬了很久，牛肉够嫩哦。够不会硬啊。如果我的牙齿没有可以到位咬得到，就是嫩。哇！有没有吃过这个海南牛肉粉？第一次吃没有吃过，因为基本上我们在这边很少吃牛肉。那时我在柔和有吃过，因为他那间店是专卖牛肉的，通常他们都是用汤、用药材来熬，然后今天吃到的是牛卤汁味了。听到他们吃过的那个评语的时候呢，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今天第一次有口福。哇，你们的福我们也有很多美食，对，所以大家不要客气哦。我刚刚吃了这个海南春卷，其实它的味道有一点点像我们新加坡吃的五香，然后呢，它是外脆内软呢，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们这边的特产，你们这边的那个特色啦。好像我是这个宫保鸡肉鱼，我本来以为里头是有鸡肉跟鱼肉，可是鸡肉鱼是一种鱼的品种。我吃到这个鸡肉鱼的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它叫做鸡肉鱼了。它就像鸡肉跟鱼肉混在一起，因为它肉很扎实，咬起来那个咬劲像鸡肉。这个好，这个好。不过这个义布我要跟你说我吃了之后感觉上我现在回到了 Jalan Kayu 嘞。Jalan Kayu 是新加坡的一个地方，而那是我的外婆的家。不如我们试试这个啦。阿嬷，这个叫做别打。别打，它的材料是不是跟一模一样？统统一样的。可是我觉得，虽然他们的那个食材都是一样的，可是它给我很不一样的感觉。是因为呢，这个你会先尝到它的那个椰丝，然后后酱才是那个糯米。
其实我也非常好奇，就是你们觉得海南人的一个独特的特征是什么？那种亲切感。对，我们一见面，我们就是说海南话。对，因为我发现到来到这里的时候，陆江大哥他本身也是个海南人嘛，他跟你们讲话的时候，好像你们很久几年没有见面的家人哦，好像终于见面就一直聊，我们都听不懂你们在聊什么，可是我们感受得到你们就是对于这个情感呢，真的是很深。对。那我觉得海南村呢，给我的感觉很荒凉。可是这里的人虽然非常少，但是他们就有那种凝聚力的感觉。或许因为这里的人呢越来越少，所以他们才会很积极、很努力的联系感情。那这样呢，他们才不会散开。虽然呢只是今天才认识，不过呢也就有非常浓的那种亲切感。大家坐在那边呢，就吃东西啊、聊天啊，整体的感觉呢，好像就是回到40、50年代啊，过新年的时候那种温暖。那这个美食交流会呢，也希望呢，在春高奴的海南村的各位能够更了解我们新加坡海南风味。那真的是感谢你们那么真诚的用心准备那么多美食给我们啊！不开练。OK， 我改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改练。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就是清干净这些青苔，给它刷干净。不要走！你不要喊，你每次喊，然后喊到我也吓了一跳，因为他大便。老板他大便！快点冲水！冲凉喝！哇，你很好哦，做 SPA 哦你。Bro， 你干嘛？咬我的脚啊！你终于怕的东西啊！你不怕咬你咩？要刷那么多龟壳啊？我要刷到几时？这样做，我做到明天都做不完呢。